案发现场是老旧的开放性小区，没有监控设施，所以我们只是对死者的身份进行了鉴定和确认，没有其他任何线索。不过，请广大市民放心，我们北区的刑事重案科会尽快的侦破此案，将凶手缉拿归案。陈警司，请问这次破案需要多久？很快，很快。哎，陈警司，陈警司，请大家回去，我们会。喂，喂，是Judy吧？长话短说。好。案发现场有没有发现作案工具？作案时间是几点？监证科同事检查完现场之后，推算死亡时间是几点？还有，尸检报告出来没有？案发现场没有作案工具，小区里没有监控，我们现在已经对小区的住户进行一一排查。哎，Judy，这你怎么知道的？看来这次又要麻烦你了。20分钟后，刑事重案科见。就这样。局里见。20分钟刚刚好。来了，Judy，这次又要麻烦你了。Judy，都认识吧？不用我介绍了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不认识。领导，这位美女是谁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咱们北区重案科应该没有女探员才对。他老爸是我以前的搭档，Judy，毕业于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是犯罪心理学硕士。Judy 回国后，建立了一个 Judy 私人侦探事务所，2年多来，帮我们北区刑事重案科破获了很多的棘手的案子，也算是自己人了。听起来还蛮厉害的。Judy，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以前南区刑事重案科的组长嘉伟，他在南区有个绰号叫破案王，这次总部把他调过来，就是负责这次案子的。他还是……我对他的事没兴趣。好，大家都到齐了，嘉伟，再把案情介绍一下吧。好啊。我们的人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死者已经接近死亡2个小时了。死者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黑色的紧身裤。死者的颅骨周围出现深刻的塌陷，双侧下颌骨粉碎性骨折，大量的血液和脑组织顺着伤口流了一地，现场非常的残忍。至于死亡原因，不用我多说了吧？凶器怀疑是羊角锤之类的金属制钝器。报案人为该住户致命的王某。案发当晚，王某加班回来，刚进电梯口就发现死者躺在地上，已经死亡。因为生前关系不错，所以马上就能认出，她就是2楼住户王美玲。领导，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现场有没有发现有关死者的遗物？
现场在死者旁边发现了一个蓝色女士挎包、一包纸巾、一个没有电的手机，还有一个空钱包。经过我们调查，现场没有发现现金、银行卡等财物。抢劫杀人，你是说这张图片不对？这张照片说不好，我总觉得不大对劲，感觉怪怪的。这就对了，领导，我也感觉这张照片有问题，可是就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好了，你们两个合作，我相信案件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对于记者，我们绝对不能透露任何案情，这样会给市民造成恐慌，特别是行凶的手段。就告诉他们是抢劫杀人，让媒体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注意安全。好了，大家都去做事吧。 Yes sir. Yes sir。嘉伟 ，Judy 是犯罪心理学硕士，你们合作，我非常的放心。剩下的就看你们了。放心吧，领导。请吧。走快点。你轻点。小子挺嚣张啊，偷了人家东西还在附近数钱。不关你个1年半载，不知道厉害。什么事啊？偷东西。喂，撞鬼啊？走了。我知道刚刚那张照片到底哪里不对劲了。说来听听。如果是抢劫杀人，凶手行凶之后做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拿着手包挎包迅速逃离现场才对，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滞留案发现场，然后有条不紊地打开手包，一件一件翻阅着值钱的财物，再将无用的抛弃。如果是按照犯罪心理学推测，凶手这么做，如果不是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那么他就是故意造成抢劫杀人的假现场。但是如果这么一来是假现场的话，那就说明凶手和被害人之间一定有仇，或者是结怨。没错，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排查他们的社会关系。走。我的车在那边。还是坐我的车吧，方便点。喂，你对魔方还有研究啊？我喜欢边拟魔方边思考问题，这样会使我冷静。说真的，你真的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犯罪心理学硕士毕业？怎么，很难相信吗？那倒没有，只是在硕士里，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侦探少多了。承蒙南区破案王夸奖，请问还要有多久才能到案发现场？快了，还有10公里左右。喂，我在听，说重点。你说什么？在哪里？好，我知道了，马上就过来。发生什么事了？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又死一个。死者依然是女性，作案手法和上一起一模一样。重案组的同事已经赶到现场，我怀疑是同一个人作案。这人太没人性了，才隔了1天，又杀。我们抓紧时间吧。头儿，你终于来了。这次案发现场跟前2天发生案件的手法一模一样，简直就是翻版。手套，给。还是同样的死法，还是同样的没有线索。谁报的案？第一个来到案发现场的是谁？哦，头，朱丽姐，死者叫王亚林，今年23岁。发现尸体的是2个楼下买汽水的小男孩。看到了死者，当场就吓得尿了裤子。直到我们赶来的时候，还是搂着父母的脖子又喊又哭，根本无法接受正常的询问。看样子以后还要接受心理干预治疗。阿秋、阿生，现场多拍点照片。死者被发现的时候衣冠不整，怀疑抢劫后遭到性侵。通知鉴识科的同事，我要第一时间看到尸检报告。2个案子可以并案调查了，我们先回重案科吧，还有很多疑点没有理清楚，看看这2个案子的死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知道了，头。听说北区分局专案组的咖啡是最棒的，试试。为什么杀人凶手要伪造成抢劫杀人？可是抢劫杀人根本不成立啊！常理推测，如果要抢劫杀人，一锤子就够了，何必要把脑袋砸烂呢？除非是有仇。可是现场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凶器和物品，而且还没有监控。啊，这2起案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死者都是未婚女性。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联系？尸检报告明天就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1天没有吃东西了，你饿不饿？要不然我们去吃点东西，我请客怎么样？一点线索都没有，2天之内又死一个，你还有心思去吃东西啊？你们南区以前的案子都是怎么破的？南区破案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虽然现在很多疑点还不是很清楚，不过真相永远都只有一个，不是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遇到点问题就吃不下饭，等你死了案子还没有破呢。说到这里，你之前又是怎么破案的？辣妹神探。那好，从现在开始，你查你的，我破我的，咱俩比比看，谁先破案。至于吃饭嘛，那就算了，我从来不跟大人物一起吃饭，压力大嘛。我就先回去了，走了，破案王。
喂，朱迪事务所。20分钟以后，刑事专案科见。现在才6点多啊！昨天不是说好各查各的吗？我先睡会儿，你自己查吧。挂了。喂，喂，朱迪。又怎么了，破案王？听着，早上6点40分左右，建安中心接到报案，距离王雅玲的案发现场1公里不到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具尸体。值得一提的是，死者是一名中年男性，男，28岁，怀疑是一个流浪汉。我现在就过来，20分钟后见。这个混蛋，居然连流浪汉都不放过，这已经很明显了嘛！2个死者案发现场如此之近，法医推断的初步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在这么近的地方又发现了第2名死者。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如果和之前一样了，都是抢劫杀人，那这个家伙为什么要去抢劫一个流浪汉呢？阿秋，你不要太早下定论了。法医初步判定，死者是意外摔倒致死，不是他杀。断案不能只靠证据啊，阿生，你用脑子想一想，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头儿，你给我分析分析，这到底是不是抢劫杀人？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凶手心思缜密，他有意的干扰我们的破案思路。不过他越是这样，凶手就越容易露出马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定，死者男，今年28岁。尸体被发现的时间早上6点07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从现场情况来看，怀疑是醉酒后不小心摔倒，撞击到头部，导致死亡。从被害人的穿着打扮来看，应该是个流浪汉。他的案发现场距离第2个被害人的案发现场只有1公里不到的地方。从死亡时间推算，距离第2个被害人的案发时间也只有1个小时不到。意外死亡？怎么会这样？尸检报告出来了没有？鉴尸科的同事第一时间将尸体带回做 ICP， 应该快了。
怎么会这样？喝点东西吧。哼，2天内死了3个，这是在北区从来没有过的。我把你调到北区，不是让你来参观的。领导，发生这样的案子，谁都不希望。OK？你看看，兄弟们36个小时已经没合眼了。这个混蛋具有着绝对的反侦查意识，现场是狗屁线索没有留下。如果你觉得拿我出去能破案的话，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毙了。陈叔叔，同事们都已经很努力了，你放心，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将凶手绳之以法。我相信你们的能力。局长，头，流浪汉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蓄意谋杀。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死者被带回鉴识科之后，鉴识科的同事第一时间对其做了 ACP， 从死者的胃液里提取了400毫升的安眠药剂量。换句话说，死者倒地之后被人灌下了至少40片的 BZD， 也就是说，死者的死因并不是倒地之后头部受到撞击，而是因为呼吸抑制导致大脑麻痹而死。听着，这个凶手非常的残忍和嚣张。他杀人以后，不但没有撤离现场，竟然再次作案，这是没有把我们的警务人员放在眼里，这是公然对我们北区警察的挑衅，一切都拜托各位了。我知道这很困难，但是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这个城市的最后一道保障。如果我们不能把罪犯绳之以法，那么我们怎么给市民一个交代？又怎么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已经死了3个了，我不想再出现第4个。3起案件，可以立案侦查了。阿秋，头，去查一下前2个死者是不是有联系。阿沈，在。去查一下流浪汉生活习惯、社会背景。等等。听着，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3天之内必须要知道3者之间的联系。做事吧。是头。怎么样，破案王？你还好吧？开什么玩笑！这个混蛋，我要亲手抓他。现在的问题是，凶手为什么要杀流浪汉？他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第3个被害人的死和整个案件非常突兀，但是却是我们调查的重点。怎么样，破案王？去案发现场看看。好，走吧，大小姐。据现场最新案件报道，在昨晚，距离上次楼道杀人案过去1天，昨晚8点30分又发生一起命案，
北区警局重案科的警探们正在现场寻找线索。关于这个案子的最新进展，我们一起来采访下负责这个案子的北区警司。哎，你好，警官，关于这起案件，请问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案件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新的突破？明星警探，那你先忙，我先进去看看了。拜。9点，警官， 9点警官，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案情吧。我算了一下，从我过来到现在耽误我2分钟了，说不定这2分钟我就能破案。如果你们真的为案件着想的话，麻烦你们配合警方，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OK？ 哎，警官，警官。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就这样把我一个人丢下，自己先过来。这怎么叫不够意思啊？我怕站在你旁边抢你风头啊！哎，听你这么一说，那我还得谢谢你。嗯，那可不，你不仅要谢谢我，你还要请我吃饭呢。好了，不说笑了，这里就是第3个受害者的案发现场。从现场的环境来看，是没有什么打斗过的痕迹。根据尸检报告，尸体的胃液里有很高的酒精含量，也就是说，死者在死之前应该喝了很多的酒。逃跑的过程当中摔了一跤，头部撞到石头导致昏迷。凶手赶到案发现场之后，将整瓶的 BZD 灌入了死者的嘴中。你是说，死者是在奔跑中摔倒的？他为什么要跑？还有，哪有人边跑边喝酒的？我们假设他是从那个方向跑过来的。我问你，那个方向是什么地方？你的意思是说，死者是从第2案发现场一路跑过来，因为发现了凶手正在行凶，恐慌之下转身逃跑。凶手为了杀人灭口，紧追其后，来到了这里，发现其摔倒，晕了过去，于是给他灌入了整瓶的 BZD， 致其死亡。不愧是南区破案王嘛，果然聪明。不过，这只是我的推理。想要证明我的推理是否正确，我想，第2个被害者的案发现场应该有我们要找的线索。你要找什么？去了，你就知道了。破案王，时间是不等人的。你有发现啊？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前2名死者均为25岁左右的女性，而且她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未婚。还有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生前都跟男性发生了性关系。那你的意思是？这根本不是抢劫杀人，而是强奸杀人。Judy，
Judy，喂，你在找什么啊？那你怎么知道的？这叫直觉。死者当晚一个人喝着酒，可能是准备回家。走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凶手在对第二个被害人下毒手。惊慌之下，酒瓶掉在地上，发出了不小的声响。凶手发现死者之后，拿着凶器追了过来。死者非常害怕，于是转身就跑，一直跑到铁道边上，也就是我们发现死者的案发现场。死者那天喝了酒，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凶手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四下没有人，就将整瓶的 BZD 灌入了死者嘴中。很精彩，不过这只不过是你的推理啊。我一直觉得奇怪，在死者的案发现场，为什么没有发现酒瓶之类的器具？现在在这里发现它，就不会有错了。想要证明我的推理是否正确，你把它带回鉴识科，让鉴识科的同事检验一下指纹就知道了。不愧是辣妹神探，还真是名不虚传，佩服佩服。得了吧，别捧我啊！这个指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好，走吧。嗯。头，结果出来了，指纹对比证明该酒瓶碎片上的指纹和死者的指纹完全吻合。看来没错了，我的推理一点也没错。流浪汉是在第二案发现场发现凶手正在行凶，惊慌之下转身逃跑，凶手为了杀人灭口追了过去，然后给摔晕的流浪汉灌下了所有的安眠药，窒息死亡。没错，我们唯一的目击者被杀了。可是我想不通的一点是，凶手为什么不像前两起案件一样用同一种手法作案，而改为用安眠药呢？凶手应该是想扰乱我们的破案思绪。同一种手法作案会暴露很多问题和线索。第三个死者，他本来是不会死的。如果不是死者正好看到他在行凶，他也不会死。这样，咱们先回重案组，然后先从 BZD 着手调查。跟我想的一样，那走吧。哎，头。和我想的一样，那走吧。你是不是在和朱迪拍拖啊？艳福不浅哦。好笑哦！如果再这么八婆的话，biu， 做事。不光恋爱中的女人是恐怖的，连男人呀也是可怕的很哦。唉。
好了，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证据，线索到流浪汉这边已经全部断了。接下来，我们只能从 BZD 开始调查。阿秋，你去一趟鉴识科，我要知道从死者胃里提取的 BZD 到底是什么牌子的。阿正，头，多带点弟兄去北区所有的药店看一下所有的监控录像，看一看最近是否有人购买了安眠药。所有视频到我这里来。Yes sir。好了，开始做事吧。头，坏消息，又死了一个。你说什么？王八蛋！你还好吗？我没事。放心吧，我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混蛋。好了，做事吧。兄弟，我看我们再去案发现场。走吧。头，现场什么情况？鉴识科的同事已经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现场，已经将现场采集到的指纹以及证物带回了鉴识科进行检测。辛苦了。好了，开始做事，现场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是。这个混蛋，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已经是第4个。目前为止，连狗屁线都没有。喂，对，好，我知道了。哦，鉴识科打的电话，说死者死于20年前夜，怀疑是同一人。我知道，你去做事吧。头，这是鉴识科的李警官让我交给你的。这是什么？啊，这是鉴识科的同事在案发现场整理出来的所有东西、资料以及一部手机。李警官说，务必要第一时间交给你，对你很重要。谢谢啊，辛苦了，做事吧。这小子简直丧心病狂！嘉伟，麻烦你让重案科的同事先行撤离吧。撤离？为什么？
我要还原现场，需要安静，绝对的安静。阿秋、阿生、阿正，你们带着现场所有的证据，还有这部手机，立刻回重案组，和鉴识科的同事会合。如果发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Yes sir。头，要不要留下2个人在这里帮忙？不用了，全部都走吧。好。9点，你没事吧？没事。嗯，我只是惊讶，凶手的心理素质，杀完人之后，还在这里清洗血迹。有发现，有发现！发现什么了？真的假的？你猜怎么着？我对比3名女死者生前的通讯记录，发现他们生前都给同一个号码打过电话。那你赶紧给头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啊！喂。有话快说，我赶时间。我刚才对比发现，3名女死者生前都与同一个号码打过电话。你说什么？再说一次。3名女死者生前都与同一个号码打过电话。顺着这个线索去查下去，我马上回来，等我。又怎么了？阿秋，有重大发现，3名女死者手机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号码。而且他们在生前都打过这个号码。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吧。走。终于有线索了，终于有希望了。努力没有白费啊！继续加油！这个手机信号来源，不管是不是凶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案子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阿秋，拨通这个号码，你需要多久才能给他定位？只要10秒。
王秘书，没事儿。今天晚上约会帮我取消，对，就这样。定位显示，在华天证券第22楼机主信息。陈泽阳，准备行动。是。现在就去抓他。所有人检查弹药。切记，我们的抓捕对象是一个绝对具有危险性的嫌疑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阿秋，把具体位置发到我手机上来。好。我跟你们一起。走。Yes sir。大家注意安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脱险。我要抓活的。Yes sir。Yes sir。别跑！往楼下去了。往边走，你小心。都快走了，我看到你了。下车。没杀人，你为什么要跑？我还想问你呢，警察追我干嘛？不追我，我能跑啊？警官，我再说最后一次，我没杀人 ，OK？ 你们抓错人了。姓名。老大，你都问我8遍了，你到底说不说？陈泽阳。年龄。你到底想干嘛？
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杀死那4个人的，还有，你为什么杀他们？你是不是听力障碍啊？我再说最后一次，我没杀人。现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死者最后见的一个人也是你。还记得被你杀过的最后一个人刘静雅吗？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一行带血的鞋印，经过我们技术部门的对比，和你鞋子底纹是一模一样的。还在你的鞋子底纹上发现了死者的血迹。你有种再说一次，你没杀人。哼，就凭一个鞋印，你说我杀人？重案组就是这样办案的。头，我们将死者体内的精液与陈子阳的 DNA 进行了匹配，结果显示完全吻合。知道了，出去。头，你没事吧？你出去。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什么杀人？说！两位不要！别拦我！我打死这个混蛋！你是警察，你别忘了。休息一下吧，这里让我来。你们警察暴力执法，殴打你们这个所说的嫌疑犯，我要告他！我要告他！好，我帮你做污点证人，我马上去写报告。报告我会这么写：当我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审讯期间，犯人不配合调查，欲夺枪逃跑，我们头没办法，逼不得已，才使用了武力。你怎么样？精彩吧？我劝你乖乖配合调查，交代犯罪事实。如果你再敢耍花样，我保证活不过今晚。顺便告诉你，我写报告可是出了名的。哼，到时候看看法官是信你，还是信我。头，什么也没说，死到临头还嘴硬。头，咖啡。嗯，谢谢。是，我是和他们发生过关系，但那又怎么样？他们都是自愿的，这连强奸都算不上，好吗？
那你怎么解释？死者刘静雅在案发现场有你鞋子的血迹。我不知道，我睡完我就走了。走的时候发现手机落在那儿了，我就回去拿。可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吗？静雅，我手机落下。啊！静雅，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你结过婚？你有老婆？我和我太太，从法律上来说，不算是夫妻。我们在一起7年了，没结婚，也没举办过婚礼。但那又怎么样？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结不结婚，不都是一样的生活？头，又有发现。这是从陈志阳包里发现的一瓶安眠药。经过我们鉴识科的检验，竟然与死者流浪汉胃液里发现的安眠药属于同一种药物，所含 BAD 成分一模一样。叫你再嘴硬！那你九弟，从陈泽阳包里发现了安眠药，经过 ACB 鉴定，和死者胃液里发现的安眠药剂量一模一样。你有重度失眠症？是啊，好几年了，每天都靠吃药才能睡得着。我太太每次给我买药的时候，都劝我少吃一点。你混蛋！你老婆对你这么好，生活这么久，你也不给她一个婚姻，你还在外面沾花惹草。你奸杀了3个女孩子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连流浪汉也不放过？流浪汉？你什么意思啊？收起你那套！案发当晚，你约王亚玲出来偷情，泄欲之后残杀了王亚玲。正在行凶的时候，被路过的一个流浪汉发现。你为了杀人灭口追了过去，流浪汉因为之前喝了酒，逃跑的过程中摔了一跤，导致昏迷。你赶到现场的时候，为了扰乱我们的破案思绪，将整瓶的 BZD 灌入了死者嘴中，导致大脑瘫痪死亡。没错吧？这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觉得我们不可能知道？很遗憾，检验报告出来了，死者胃液里的 BZD 跟你包里那瓶的成分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我不相信！这不可能啊！事实已经证明，所有证据都是指向你的。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会还给被你杀害的4个死者一个公道。杀人偿命，
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审判吧。怎么样？他说了吗？没说，但也没否认。事实摆在眼前，证据确凿，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好，辛苦了，休息一下。阿秋，拿点没喝的。好。阿深，到，立刻向法院申请拘捕令，正式以故意杀人罪起诉陈泽阳。是头。好了，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回去好好睡个觉了。我都快记不得我床长什么样了。不过说实话，辣妹神探还真不是吹的。这个案子如果没有你，进展不会这么快。佩服，真的。别拦我！太太，你不能进去，这里是专案组。走吧，我送你回去。喂，怎么了，破案王？喂，Judy，你弄好了吗？我过来接你啊。去记者招待会。哦，我差点忘了，我现在在陈太太家楼下，准备去看看她。案子虽然破了，但同样都是女人，所以我挺同情她的。这样吧，你先去，我一会儿就过来。好吧。哎，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啊？不用了，我就上去看看她。一会儿我就去招待会。也好，那好吧，一会见。一会儿见。陈太太，还认识我吗？哦，
是你啊？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就是来看看你的。你进来，进来坐。随便坐。啊，好啊。喝点什么？哦，不用了，陈太太。要的，要的。来，喝点水吧。谢谢。陈太太，关于你老公陈泽阳，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了。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我相信法律。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就放心了。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的，怕你因为你老公的事情比较伤心，比较难过。其实开始我也不能太接受这个事实，现在啊也习惯了。我再给你倒杯水吧。不用麻烦了，陈太太。要的，要的。喝水。谢谢。你以前在法国读过书？你怎么知道？这张海报是法国原装的电影海报，1988年的，国内是没有的。你真厉害。是啊，当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经济学，后来回国，也就这样。怎么？你有事吗？我今天来呢，最主要是来看看你。看到你这样子，我就放心了。我确实有点事情，那就不打扰了。谢谢你，让你费心了。有空的话常来家里坐坐。好啊，那我先走了。妈妈，这个姐姐的鞋子好好看啊，我也想穿一样的。小心乖，姐姐的鞋子太大了，你的脚小穿不了，等你长大了再穿好不好？好，真乖。你结过婚？我太太每次给我买药的时候，都劝我少吃一点。怎么会这样？姐姐，姐姐，姐姐啊！姐姐不和我一起下去吗？小心乖，小心先和妈妈一起下去。姐姐马上就来找你们，好吗？好，姐姐再见。怎么了？是有东西落下了吗？陈太太，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方便吗？
喜欢玩这个。小的时候就喜欢。你还看犯罪学？随便看看。陈太太，我跟你说个故事听，有兴趣吗？你特地回来一趟，就是为了跟我说故事？不急，听我把整个故事说完，你就知道了。从前有一对幸福的情侣。相爱7年，一直没有结婚。男生是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事业有成；女生也是个才女，还在国外研读过心理学。只可惜，这7年内生活不尽如人意。可能是因为女生生育方面有问题，所以男生一直没想结婚。男生开始觉得相爱7年的女生已经无法满足他的生理需求，于是开始频繁出轨，1次、2次，再次。女生发现了男生的行为反常，于是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最后一次争吵时还扬言道，如果男生继续在外面找女人，就杀了他们。直到有一天，女生跟踪男生，发现男生从一个女人家里出来，两人关系很是亲密，憎恨之心油然而生，起了杀意。于是他就在这个女人的住所旁边蹲守，直到这个女人出门。女生上前残忍地将这个女人用钝器锤死。因为研读过心理学，女生的心理素质非常好。杀人之后做了伪现场，让警方误以为是抢劫杀人，从而没有线索。女生起初的心理是非常恐惧的，但随之而来的是从未有过的快感。隔天下午，女生还以为男生患有重度失眠症，去给他买安眠药。再次跟踪，发现男生在外面偷情，是在一辆车内。女生躲在暗处，看着车身剧烈的摇晃，仿佛是穿透了他的心。待男生泄欲后离开，女生拿着杀害第1个女受害者的凶器，奔向了车内的女人，再次将其活活锤死。不料，行凶时被一个路过的流浪汉看见，杀人了！流浪汉惊呼之下转身逃跑，酒瓶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声音惊动了女生。女生为了杀人灭口，拿着凶器直接追了过去。流浪汉因为喝酒逃跑的时候脚底一滑摔倒了，头部摔到了石头上，导致昏迷。可是他举起手中的钝器准备砸下的时候，想起了口袋中下午给男生买的 BZD。女生之所以连杀2个人，是因为对男生由爱转恨，为了报复，同时也是为了扰乱警方破案的思路。女生最后一次跟踪男生，刻意换上了他的鞋子，并且发现他偷欢的地点是在一个别墅里。女生蹲守在电梯旁，待男生泄欲之后离开。女生敲了敲门：“泽阳，你谁啊？”我是陈建阳太太，我想跟你聊聊。早知道这天会，进来吧。女人开门后，遭到的依然是女生猛烈的锤击，女人的鲜血溅了她一身。女生穿着男生的鞋子，故意踩在地上，来到浴室清洗身上的血迹。
亲密，是为了嫁祸给男生。清洗中，却不曾想到男生因为手机落下再次返回。女生听见有人进来，躲在了浴室门后面，双手紧握着凶器，随时准备再次灭口。可紧张中，却不小心碰到了地上的脸盆，发出了声响。男生听到，觉得浴室有人，于是走了过去，看见洗漱台上满是鲜血。就这样，男生被判了死刑，而真正的凶手就是这个女生，仍然逍遥法外。故事说到这里，已经讲完了。陈太太，你觉得怎么样？挺悲剧的。你也觉得悲剧啊？对了，你和我说这个意思？没什么，只是突然想到，就和你聊聊。故事也说完了，我就不打扰。陈太太。我和陈泽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是公平的，凶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审判。我说的对吗，陈太太？我也这么觉得。你慢走，9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会还给被你杀害的4个死者一个公道。杀人偿命，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审判吧。